这是我的首战，我已经准备好全力以赴。这是我的最后一战，不打算留下任何遗憾。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直播，一起来欣赏113学年度大专杯飞盘争夺锦标赛。在今天5月10号星期六，我们在桃园的元智大学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5场的比赛，交由台湾大学对上的是成功大学。今天在元智大学的现场哦，这个现场虽然湿度依旧还是很高，来到90%，但至少现场已经没有在下雨了。也希望说待会的3场比赛就可以顺利的继续来进行。那今天的转播工作依旧是由我周伟林以及我身旁的专业赛评吴承宪、威力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的服务。赛评你好，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今天我们7场的比赛已经进行完了一半了，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第5场的比赛，交由台湾大学对上的是成功大学。这2间学校当然都是这个国立非常有名的学校，是，而且这2间学校应该都没有体保生，对吗？对，都没有体保生，都是一般生考进去的，然后对飞盘的热爱，然后来参加比赛。是。好，稍后这场公开男子组的复赛，这应该是90、11、12名的排名赛，比赛就准备要正式的展开。台湾大学今天穿的是白色的浅色上衣，在应该是画面的左侧，然后画面的右下角则是身穿黑色深色上衣的成功大学。在比赛前有跟台湾大学的选手去做一些采访哦，他们说他们是2022年开始成立的飞盘社这样子，然后当时就开始打了我们的公开组的比赛。今年的部分只有12位的选手，因为招生上面没有那么的顺利。然后原本想说今年的实力应该算是，因为从大1、大2、大3、大4，包含硕士、博士班都有。应该有机会在小组赛出现这样，可是遇到了死亡之组啊，遇到了国立体大跟台湾体大这样子，是，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可惜的没有办法进入到8强甚至最后4强的行列。好，所以2022年成立，这个成立的时间其实没有很长哦，大概3年左右而已。而且台大跟成大阵中好像有多位都是外籍的选手，是。尤其像成功大学的部分，有3位的日本的选手，包含队长背号12号的叶博玉，然后3号的木本中辉以及7号的有天健真这样子，还有5号的来自新加坡的陈义阳以及8号的周家阳。哇，这个传导到位了，touchdown 得分！哇，台大这一波看看这一次的传导。背号10号的林良很快往前送，本来以为要发生失误了，哇！但是11号的队长林威龙，哇，跳起来直接把这个飞盘给直接拿到，1分10秒就为台大攻下了第1分。林威龙他的本身的本科是手球的选手，刚刚这个跳起来的接盘也是相当的漂亮。是，哇，开赛才1分多钟哦。台湾大学就先取得点，1-0暂时领先。我更正一下，他们在预赛是遇到了台湾师大以及国立体大。好。那另外，台湾大学阵中有来自于德国的这个选手 Muller， 应该是瑞士了，更正，应该是瑞士了。来自于瑞士的选手79号的 Muller， 好，52号的吴宗元来开盘。吴宗元也是我们中华代表队的选手。大家待会可以看一下他的传接盘以及他的跑速也都相当的快哦。哇，他刚这个开盘哦，这高度刚都已经几乎是越过了我们摄影机的高度了，可见他的力道有多大。双方第一波的防守都是以区域联防的方式来做压迫。好，成功大学目前是0-1的暂时落后。好，看起来双方这几次的，看看这个颠倒球，有跳起来接到。好，颠倒盘啊，刚刚有接到。现在距离得分线大概也差不多8公尺左右的距离。对。
看看落后的成大有没有办法追平呢？哇，这个有点太过着急哈，看到了队友，但是传盘没有到位。背号3号的木本中辉，他也是正中3位日本籍的选手的其中一位。盘权回到了目前领先的台大手中，很快的往前送，2次的传导都很顺利的到位了，非常接近到了得分区 ，touchdown 得分，2-0。背号77号硕士班1年级的林东君，看一下白色上衣的台大，比数现在应该是2-0。台湾大学依旧是保持领先。台湾大学的同学们也有分享说，因为他们并不是体保生的行列哦，所以他们在玩飞盘的可能身材优势上面，并没有像一些体育学院来的那么好。可是他们会想说，那如果我的身材没有那么理想的话，可能要动些脑筋，用脑袋来执行一些比较特殊的战术，比较有机会获得分数与拿下胜利。哇，台大目前4分多钟已经拿2分了。好，看看52号吴宗元，这盘依旧是开得非常非常的远。哇，很可惜，有点开出界的一些。开出界哈。直接飞出底线的话，就是可以拍手来到出界发盘点。如果在世界内滚出去的话，会拿到得分线上进行进攻。OK， 双方确认好在出界发盘点的位置。防守方会拍盘之后进行比赛开始。对。好，远距离的这一次传导，哇，结果也发生失误。感觉这个远距离其实难度蛮高的。1对1，台大的进攻。往左路送，依旧是1对1。哇，场上现在好像不只有中文哦，好像还有日文哦，不同的语言在指引场上所有的选手。对，双方在场上必须要多沟通才能让队友知道持盘者的意思是到底是什么。现在林良找到右侧，对，找到了吴宗元，吴宗元。往前面送，漂亮 ，touchdown 得分。哇，这个一传直接到位，得分是背号18号，杨永成。好，看一下刚刚这一次的配合，52号的吴宗元找到了18号的杨永成，touchdown得分。看到杨永成这边一个 mismatch， 透过他的身高以及速度摆脱了对手，3-0。哇，本来赛前预估好像台大跟成大应该会是一个实力很接近的一个组合哦，但看起来台大已经慢慢把领先给准备要慢慢拉开。是场边的台大的领队李朝汉也是在不断的提醒场边的选手哦。好，依旧是让52号的吴宗元来发，来开盘。他好像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开因为刚刚那片的开盘出界现在稍微收力一下，刚好在界内。是，这开盘是相当的漂亮。刚刚应该是用一个反手嘛，反手就发的依旧是非常的稳健。成功大学3分的暂时落后。好，再往前送。但是传导的路径好像都被对方给掌握住了，哇，差点发生失误。还好依旧在成大的手中。刚拿的是10号的邱雨琪。场上双方有一个 call， 认为是一个犯规的动作。有得分吗？有。
应该是还踩在界内哦，有顺利得分了。对，差一步就准备要出界了。这是成功大学今天的第1分。背号3号的木本中辉，最后飞盘有成功的再拐进来，追回1分。如果接到飞盘踩到边线的话，等同于出界哦，所以我们会跟选手讲说，如果你觉得快出界的话，尽可能在站定点的时候去接飞盘，不要跳起来接，因为你跳起来的话，落停点比较不容易去掌握。成大追回了1分，1比3，还有2分落后。19号的蔡成佑，哇，他的球衣后面背号写的应该是绰号哦，他的背号后面写的是小胖，是他的绰号。哎呦，开蛮远哦。对，这个开盘其实蛮漂亮的，可是稍微出界了，偏差了一些些。一样是举手来到了出界发盘点，由背号10号的林良。林良身材比较娇小，但是其实攻势也是很常由他来发动。对，场上的69号黄大刚以及林良、徐朗以及吴中元算是台大的主力选手。好，林良远距离的传导，这次有机会吗？这个角度跳起来，应该被对方给碰到了。刚个长传的部分，它的出盘的角度就稍微的偏差了哦。就算接到，可能也是在界外。一出手已经蛮靠近边线了。好，现在是成大的反击的机会哦。哎呦，刚刚这个正手还有接到。7号的有天健真，小胖持盘，这一拍送的蛮到位的。但是防守方台大其实也守得还蛮好的，1对1。被对方给碰到，应该是被69号的黄大刚给碰到了。成功的抄截，看一下刚黄大刚的判断，直接在小胖的面前先碰到了飞盘。飞盘比赛在场上只有飞盘在空中的时候才能进行抄截，不得从进攻方的手上直接夺走飞盘哦。所以刚刚大刚已经预测到了会传给蔡成佑，很漂亮的抢先一步把它抄截下来。哇，这个传盘有一点交代不清哦。好像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压迫。3比1，两分差。OK， 成功大学请求暂停哦。哇，在第11分钟的时候，成功大学这个时候请求暂停。各队的每个半场会有1次的暂停时间，然后暂停是60秒钟。好，现在画面上看到戴帽子的背号96号的领队是蔡朝汉，李朝汉，不好意思。朝汉也是毕业于台湾体大的选手，那目前他的户籍是在台南，所以也是到了成大进行做教学。是。好，比赛前半段60分钟的比赛，第11分钟就喊了暂停。现在台大这边是由林良蹲在地板上提醒大家一些战术上的跑位。所以以刚刚成大在落后2分的情况下喊暂停，这个威力觉得有什么样特别的想法吗？其实因为现在比赛刚过11分钟那目前只落后2分，如果2支队伍实力差不多的，教练可能会想说这1分先稳稳拿下来，至少等只差1分的情况之下，接下来的攻势可能还有一些机会。如果被拉到4比1，3分差距的话，其实接下来要追就比较困难一些。就希望在伤害扩大之前呢，先想办法指出对方的攻势。应该暂停要回来了。OK， 飞盘比赛暂停结束之后呢，是由进攻方先站定位，是站定位之后就不能移动，防守方就可以上去做一些
协防或者是他们的防守战术。好。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进攻方的进攻策略跟防守方的战术是不同的时候，其实防守相对是有一点点的优势，因为进攻方不得再移动了。对。好，小胖的一个 inside out 很漂亮，有机会接到漂亮的传导，应该是还没有进 not in。哦，还没有到哈，有天见真，应该还差几步，还没有得分。哇，这么靠近得分区，结果发生了失误。哇，本来应该是准 touchdown 的，但是发生了失误掉盘。好，刚刚没有得分，所以比数依旧是2分差距。现在成大又回到了区域防守，又给到52号的吴宗元。林威良，跟这应该是林威龙队长。好，成大成功的防守。好看成大可不可以再把握这次的机会，再攻得1分哦。对，成大在添得1分就追到只剩下1分落后了。两边的选手都持续用衣服稍微擦拭一下飞盘，虽然没有下雨了，但是飞盘还是很滑啊！哇，又是一个6球。对，我们从荧幕上看到整个草地是相当的湿滑哦，飞盘也会落地的情况之下，整个上面都是泥泞的状况。对，所以在传接盘的情况还是要相当的小心的。刚刚在赛前，这我也跟赛评威力做了几次这个飞盘的接传哦，我就知道说哇，这个难度真的很高哦。是我接几球我就觉得我全身都热了，尤其是那个正手，我还是觉得不是很顺哦。有机会得分吗？接到，好，应该没有问题了。哇，台大这一分得的还蛮轻松的哈，直接给到了林良得分。哇，好像防守方完全漏掉了林良，让他偷跑，没有人追上去。因为刚刚成大是使用区域防守啊，区域防守前面会有3到4位选手去压迫持盘者，所以场上7个对7个之下，后面的进攻方人数一定会比防守方来的多一些。那进攻方必须在后面防守方的空档以及没有人防守的区域进行突击进攻哦。像刚刚林良就跑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让他的队友传给他。是。比赛准备要进入到第16分钟，两队是4比1，由白色浅色上衣的台湾大学目前暂时的3分领先。台大今天出赛的选手总共有11位哈，他们说他们是11壮士啊，因为每1分得分才能换人，但他们不可能7个全部都下来休息，所以他们就是不断的透过场下的沟通以及喝水休息时间，让自己的体能恢复到一定的程度。台大现在也转换成区域防守，对，成大3分的落后。台大依旧从后场就是紧紧的盯防着。哇，这个长传失误了，对，发生了失误了，那这是台大的机会喽，已经很靠近得分区了，但也要小心把飞盘发生失误送给对方。哎呦，还好有接起来，69号的黄大刚，再往前面送，找到了林良。好，2个假动作，没有传。哦，从手势看起来好像是有在得分区内接到哈。对，是得分。所以台大应该是再添1分了。目前比数5比1，5比1，台大领先。看一下这边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应该是接到之后，黄大刚好，所以比数应该是5比1是没错的，刚刚应该是有得分的。选手的反应第一时间应该也是觉得没问题哈。对。我们看到刚刚大刚把双手举高，代表说这是一个得分的手势。
应该是选手自己的反应了，就是他觉得哦，我已经得分没问题了，他自己也比一个得分的手势。对，然后对手如果没有任何的争议的话，就会进行攻守交换。是。好，台大再得1分，就可以进入到中场这个半场休息时间了。哇，这个6球啊！哇，而且是送到小城门口了。哎呦，有接到吗？有顺利得分林良好像是有接到哎，哇，好像在身体失去重心之前应该是有接到的。哇，那这样是第6分呢！哇，台大的效率非常非常高。哇，待会如果我们有慢动作，应该可以看得更清楚哦。在这个电光石火之间，林良就突然一个身影扑出来，看一下，哦呦，单手在准备要跌倒之前接到了，不简单。林良应该可以回家的时候上我们的 Who Sports， 然后剪他自己的 highlight 哦。是。好，所以台大率先获得了第6分，要准备进入到了半场休息3分钟的时间，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欢迎再回到成功大学跟台湾大学，这是公开男子组复赛的赛事。后面上看到的林良在刚刚上半场这个最后一扑哦，为台湾大学为他的学校获得了第6分。我们公开男子组的排名赛也是打60分钟11分制。好，现在台湾大学身穿白色的球衣，然后成功大学身穿黑色的。目前时间已经大表跑了将近22分钟。虽然我上半场结束的时候还不到18分钟哦，可是我们整场比赛60分钟必须要打完，或者是其中一方得到11分才会比赛终了。是。所以这个明天的比赛呢，5月11号是不是在规则上面有些许的不一样哦？5月11号明天的比赛是在季军战以及冠军战，我们会打90分钟15分制，这个就会比今天的比赛再多了30分钟这样子。那也考验了各队伍的实力、体力以及板凳深度。对，这是只有季军跟冠军战才是90分钟，就1个半小时15分的赛制。对，然后进入到中场时间的话是任一个队伍先得8分，或者是比赛进行到45分钟，才会进入到中场的休息时间。是没错，等于说这个规格时间上面是更长的哈。对。
毕竟是进入到最后关键的季军跟冠军战，这是明天的规则上面的不一样。那我们也希望明天天气可以像现在一样哈，没错，就是没什么太阳，但是也没有下雨。对，不要下雨是最好的，这样让选手也会比较好发挥啊。对，那如果有下雨的话，不要打雷了。对，你打一次雷，我们要休半小时。对，今天上午的第一场比赛打到一半就有遇到雷声，就先暂停了一下。是。哦呦，哇，北拜哦，刚刚这个正手有传到位啊。哦，成大在下半场这几次传导很不错哦，有机会得分吗？已经很靠近了，往后送，就差几步了，1-6，暂时的5分落后。3号的木本中辉，好漂亮，看看这一次，他是用一个正手的 scooper， 是类似颠倒盘的情况，找到他的队友。Koki 木本中辉这次的传球，这次的传盘哦，给到了队友得分，2-6，追到了4分落后。好，至少好消息哦，在这个半场休息了3分钟之后，落后方的成大是率先攻下分数。好，现在场上成大的持盘者都会互相的沟通一下，因为他们必须要针对对方的选手做防守。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沟通清楚，变成2个守1个，就会让进攻方有一个空档的机会。是，好 ，Koki 来开盘，木本中辉，台湾大学进攻。找到了，对，依旧在左边。看起来成大现在好像是用一个区域防守。对。好，近距离传导也没有问题哦。背号5号徐朗也是来自于香港，目前是博士生。是徐朗，所以台大阵中有瑞士、有香港，也有马来西亚的选手。是。现在双方对于这个是否先落地才接到盘，先接到盘才落地，做了一个在沟通哈。对，看起来两边好像没有取得共识哈。对，双方都会为了自己的队友，好来做沟通。对，但好像看起来，其实飞盘比赛它并不是每一个比赛都会设置裁判哦，他们在旁边的情况也是观察员，并不会直接做判决。是，好，所以如果双方沟通没有办法顺利的话，那就会回到上一盘继续重新进攻。是，好，在林良手中，往左边送。好，在我们画面最上面哦，那个是其他场地也同时间在进行其他场次的赛事。也可以听到其他场地哦有这个此起彼落的欢呼声，代表应该是有很好的表现哦。吴宗元再往回送，好，刚刚是右侧送到左侧，哇，陈大吉这一波的防守还蛮成功的哦。对，让台大的进攻的推进码数是比较少的哦。对，好，颠倒盘。这个颠倒盘有办法送到位吗？没办法，哇，难度太高了。对，这个接盘的话，它有稍微起跳了一下哦。如果这种颠倒盘比较高的情况，我们会建议选手不要起跳哈，我们蹲着，让它最后的落停点，我们比较好去做判断。是颠倒盘，当然它的弧度就比较特别。对，它是比较垂直的。被吴宗元那个操盘操走了，再回到吴宗元手中。场边一直大喊 7， 林良再回给吴宗元，很快往前送，这么轻松啊！前面没有防守者哦。对啊，台大兵不血刃攻下了第7分。刚刚这个防守，成大就蛮可惜的哦。有的时候在攻守转换的情况之下，会漏掉人很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找到自己的防守针对的选手。
所以场上的讲话跟沟通，以及场边的选手提醒也是相关的重要。刚刚最后是给到了台湾大学背号98号的邱德瑞得分，比数形成了7-2，又回到5分差距。好，所以我们这个场地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裁判吗？对，没有观察员，没有观察员的。但接下来的季军战以及冠军战就会设置观察员，因为是比较不能说比较重要，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些争议的时候，会有观察员介入。因为我们目前进行的这一场，这是9到12名的排名赛嘛。那我们也希望说选手可以双方在场上沟通是最理想的。我们每一场比赛结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精神的问卷，就是会询问你对于对手的一些沟通，以及对于规则的了解，是不是觉得他们是有不错的表现这样子。然后最后会问卷做个统计之后，让自己的队伍知道哦，原来我们可能在哪些地方需要加强，那哪些地方是不错的。是，哇，结果这个正手的传盘吊盘呢？所以目前成大的状况应该是在最基础的接传盘上面需要再多加练习一些。是，所以这个失误让台湾大学转守为攻，而且是很轻松的就攻下了分数。这是来自于5号徐朗的助攻，台大攻下了第8分了，8-2，比分慢慢拉开了，6分差。其实下半场率先得分的是成大，不过后面的几分是让台大很快的把分数加上去。对，因为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是6-2，现在台大下半场是2-1哦。比赛进行超过了30分钟，60分钟的比赛已经进行了一半了。我现在持盘的也是国家代表队的选手吴宗元。我刚刚的开盘也是相当漂亮哈，看会不会再来一片不错的开盘。这片有点稍微的盘头翘起来，稍微回收了一下。对，还刚用这个反手，好像也就是仰角高了一点哦。是，因为飞盘的破风性是很重要的哦。如果你的角度稍微的偏差，那飞盘的飞行距离就会有比较短一点点哦。成大6分的落后，好，要注意传导，小胖，哎呦，差点打滑，Holy God 在77号的林彦成，精神队长，077，往中间传，小胖持盘，往右边送。成大这一波的进攻其实传导蛮费力的，几次传导其实都不是让队友很轻松的直接得到。往前送，跳起来，哎呦，还好有在界内吗？双方好像有一点，到底是界内还是界外呢？两边好像各执己见哦。好，镜头会说话了，看一下哦。飞盘东赖。飞盘不会说谎，但是到底有没有在线内还是外啊？非常接近哦，真的。哇，看起来好像两边各执己见呢。那现场可能有点尴尬，是日本选手在跟讲中文的台湾选手做沟通哦。对。好，双方没有一个好的共识，就先回到上一盘。对，有天健真，刚刚是背号7号的有天健真跟林良了，所以回到上一栋。好，小胖往另外一边送，哎呀，发生了失误啦，小胖好像传的有点大力了。
哇，这个失误会让他们再付出代价吗？台大的进攻，林良再往前传，哇，看看这个传导跳起来，没有办法接到，差一点点呐、就差那个可能1咪咪哦，5到10公分。对，杨永成说哦，好盘哈 ，good try。对，但是可惜跳起来就差一点点、啊，真的差一点点啊！哇，吴宗元传的非常非常到位啊！这个篮球场上，很多人会讲说，跳得高不如长得高。哦，陈大在台大的得分线前面一个失误，没错。哎呦，再差一步哦，就有机会得分了。OK， 场上出现一个 pick call， 哦，就是飞盘场上是不得做阻挡的。如果说防守方要去追进攻者的时候，出现了阻挡状况，就会出现一个 pick， 就有点像12码嘛。不算12码，不是算12码，它是一个阻挡之后会把整个比赛暂停下来。是对。好，就差一步了，而已得分了。好，第9分拿到。好，得分的是我们来自瑞士的选手 Muller， 背号79号。第9分拿到了。比赛进入到准备要到第35分钟。其实成大在这场比赛还是有一些机会是可以做得分的哦，可是，在传盘上跟接盘上的一些小小的失误，导致分数目前稍微被拉开了。因为上半场的比数其实应该是6比1了哈。是。下半场目前台大打了一个3比1的攻势，持续把分数给累积上去，差2分，台大就可以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好，准备来看看这次的开盘，应该骰印没问题了，两边都举手了。好，开过去。好，没问题。成大的进攻，找到了3号的木本中辉，林彦成，77号077，正手往前传，哇，被拦截掉了。这是台湾大学的机会，9比2，有机会很快再添1分。马术持续的往前推进，可能再一传就有机会得分喽。前面看空间拉开哈，就把飞盘往后传，一个反手，反手，哎呦，被拨掉，哦呦，哎呀，差一点点，应该要扑哈，差一点点。林彦成看一下，哇，这个想法其实蛮好的，哇，一个箭步冲上去，哇，手很长啊。哦呦呦！哎呦，双方是不是撞到？哎呦哎呦，倒地了倒地了！哇，是不是鼻子被敲到了？哇哇哇哇哇，有点麻烦了。对，不知道是撞到鼻子还是牙齿哈。哇，场上现在有选手倒地了。哇，所以比了一个手势哈。好，看起来是不是有怕会有流血哦？对，希望没有才好。确应该是25号的蔡义成哦。哇，他现在直接走下来了。对，现在换了选手上场哦。对。哇，希望不会对他的身体有受到影响。哇，成大的失误。我更正，应该是台大的失误了。好，双方确认之后是台大的失误哈，所以台大的进攻，准备进入到第38分钟，9比2，两队7分差距。
这个区域防守看起来是收到效果了，这是落后方成功大学的机会了。李彦成往前传，是不是有状况呢？刚刚这位选手接到飞盘，可能以为得分了哦，所以就要跑下场，结果发现其实还没有在得分线哦，还没有到。但是他现在场上在双方确认状况，因为好像双方对于有没有得分有一点点落差，应该还差几码了。对，好，再一传，有接到就有机会得分。哦呦，哇，拔豆啊！哇，摔到了水坑里面去了。成大选手认为他接到飞盘之后，才被台大选手去影响到了哦。哇，现在两边在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各执己见的情形还蛮多次的。好，看一下刚刚这个 play。好，就是这一拍接到之后吗？哇，也是非常的接近哦。对，好像算50-50哈。对，哇，两边现在还在沟通中。这个我们电视辅助判决，飞盘里面好像没有，暂时还没有出现哈。哇，现在还在沟通哦，看起来好像没有一个共识。对，好，是不是就回复上一动了？对他们现在确认之后握个手哈，然后恢复到上一片。对，所以再回给 Koki 木本中辉。Koki 往回送，第40分钟。好，上帝视角回来了，往前送应该是有了，找到了背号10号的邱雨琪得分。哇，成大有一段时间没得分了，追回1分，3-9。60分钟的比赛，准备进入到第41分钟。两边的选手其实都不简单哦，成功大学跟台湾大学都是这国立学校前段班的同学，而且他们都不是体保生。对，像我们一场比赛打到60分钟，其实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哦，而且场上的选手更换的替补选手也相对是比较少，所以平常的体能训练也相对重要。3号的 Koki 木本中辉来准备开盘，好，开过去，开出界了，从刚刚场上几位日本选手的沟通啊，看起来他们好像都还是讲自己国家的母语，还是讲日文。是，因为像之前转播其他项目，有一些的可能外国选手，不管是日本啊，或者是韩国的同学，他们可能是讲英文，但看起来他们都还是讲他们自己的母语。我现在还是采取一个区域联防的方式，看可不可以用台大的进攻比较紧迫盯人的方式哦，让台大有一些传防上的一些压力。对，现在就是压迫台大，看能不能够让他们不要进太多的码数。好，看起来成大其实守得蛮好的哦，3守1，也迫使台大一直往后缩。台大看起来就是用多次的几个传导，想办法把空间给拉开。好，往中间传，好，假动作往回送，看起来空间拉开喽。林良往前传，
应该还差一拍哦，码数还没到。好，到了，没问题。最后找到了背号5号的徐朗得分。台大再添1分，10比3。好，看一下这一拍，就是这一传。好，台大拿下了听牌的第10分，没错。10比3，双方的分数再度的扩大，应该说比分差再度的扩大，7分差距，而且进入到准备第44分钟了，剩下最后大概16分钟的时间，成大就差1分就会输掉这场比赛，所以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好，看起来刚受伤的蔡义成应该回来了。这个绑着马尾25号的蔡义成，刚刚应该是好像不知道下巴还是牙齿跟对方有一个接触。对，看起来已经回来，已经代表没什么大碍了哦。对，因为刚刚那个情形最怕是有流血的情况。好，小胖往中间传 ，Koki， 木本中辉。哎呦，有接到哦！哇，我以为发生失误了，两边都已经摔到泥坑里面去了。看一下，哎呦，哇，这个要接到也是不容易啊。对啊，前面有2个选手扑过去。对，很青春哦，像在打泥巴仗一样啊。好，台大跑起来，10比3。好，林良往回送，持续把空间给拉开，带着对方跑，又回到林良的手中，盘在手，跟我走。好，再往回送，再给到林良。哎，左边有一个 wide open， 哎呦，有空档了。哎呀，这个空档没有接稳啊，而且看起来传的好像也不是很到位哦。看到这个空档太兴奋了。对啊，这个到手的猎物，结果煮熟的鸭子飞掉了。那这就是成功大学的机会哈、哦。虽然对方听牌，但是想办法能守一波算一波。哎呦，这边也回了一个失误啊，一个 A 啦。哇，其实非常近的距离哦，但是这个跑动中忙中有错。有的时候看到队友在前面大空档的时候，就会过于兴奋哦。我们看成功大学可不可以在家门口把它先守下来啊？对。哎呦呦，跳起来，还好林良有接到，跳得够高了。好，转移到另外一边。台大只要稳稳的拿下1分，比赛就结束了。哎呦，哇，空隙出现了。哎呦，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哦，再差一拍，接到就比赛结束了。应该是结束了哈。场上应该有一个 call， 可能是在出盘的时候，是有点走步的状况的情形哈。所以比赛还没有结束哦，双方可能又要再沟通一下。应该是回复上一动，对，回到我们的得分线前面是。好，就差一步。好，林良接货了，往前传，接到，哎，有落地吗？有没有？哇，大家应该又要开始沟通了，到底有没有先落地呢？我们看一下重播的画面，是有没有？林良，哎呦，传的有点低，这一拍，哇 ，K 后条啊，挡住了。好，看起来 Koki 又要日本人跟台湾人沟通了，所以威力，你觉得？
哦，这你怎么种看呢？以这个重播画面来看的话，真的也没办法直接做评断哦。没有，看起来没有确实掌握，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哈，所以可能要再回复上一动啊。对，因为我们飞盘比赛还没有重播辅助判决哦，对，所以也不能请裁判到旁边看电视机。对，好，林良，好，左边往右边传，看起来应该还是要再找林良，让他来发动吗？没有，啊，假动作。2个假动作，哇，差点走步。好，就在家门前了。吴宗元，啊，吴宗元高对方1个头哦。哎呀哎呀，又是一个打滑加溜球。对，这个如果情确哈，在正常的天气情况之下，应该是可以顺利接到的哈。是，刚才好像脚滑了一下。对，吴宗元其实这一盘传的蛮好的，哇，刚好踩在一个都是水分的草堆当中，有没有走步了？应该是没有了。防守方，哎呦，差点被断掉了。哎，就这样啊。比赛就这样结束了，在一个慌乱当中哦，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第11分就拿到了。对，看到刚刚一个台大一个抄截之后转手为攻哦，拿下最后的第11分。哦，看得出来好像成大最后是有点泄气的哦，所以其实防守方没有追上去。是，好，所以在这一场9到12名的排名赛。也恭喜台湾大学，最后就是以11比3击败了成功大学，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接下来呢，我们剩下最后的2场比赛，那稍后进行的应该是由国体大要来对上是黎明技术学院，也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转播。我们下场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